蒙面财经，朋友们好。本来呢，今天想休息一下啊，不做节目了。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一个视频的这个片段啊，实在是有点生气啊，就是想还做个节目说两句。那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节目啊，这个节目片段中的讲话的人物呢是马光远啊，他呢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评论员。那我在有一期节目里面啊，就是这个中国房地产的终极命运下里面谈到了他受邀这个中央财经等主流媒体啊，然后做过一期节目。然后里面他谈到呢，他就号召年轻人就是首套房的刚需啊，不要犹豫，可以买房。那没想到呢，这次又看到他啊，这个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小片段啊，他是怎么说的。第一啊，对于普通人来讲，那我就说的比较比较彻底一点啊，普通人真的没必要焦虑啊。为什么没必要焦虑？首先，你是一个普通人。啊，你为什么是普通人？因为你在正常情况下都没有赚到钱，在经济好的情况下你都没有赚到钱。你现在经济危机来了以后，全球大萧条，全球的资产价格都在下跌的情况下，你说我要赚大钱，我觉得你是为难自己，你一定要善待你自己，不要这么想所以我认为普通人焦虑没有任何用当然没钱人更不用焦虑。为什么？你的资产不会缩水，你本来就没钱。真正应该焦虑的是谁？是那些有钱人、有资产的、有企业的，这些人应该焦虑。好，看完这个片段呢，大家是不是就是感觉他说啊，这个普通人面对危机那就不要活了，对吧？干脆等死算了啊，就是感觉好像是一种焦虑变成了奢侈品啊，只有有钱人才有资格焦虑，那普通人的焦虑啊，这种你就没有资格焦虑啊，这话呢说的真的是让人挺生气的。那这些年来呢，不光是马光远，还有这个讲这个6个钱包买房的樊纲啊，也是一个公众人物。他呢做过这个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当时有一次这个央视采访他啊，就是讲到这个年轻人的买房问题啊，我记得他当时讲的就是说鼓励，就是说这个6个钱包买房啊，就是说你不还是有6个钱包吗？有这个双方父母啊，这个4个钱包，还有你夫妻俩钱包啊，6个钱包买房。那其实这是透支中国整个家庭的储蓄啊，去支撑中国房地产的一个行为。那今天呢，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并不是说要浪费时间啊，看他们这个鬼扯啊，或者是更没空批驳他们。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这个面对经济危机啊，我们普通人呢能做些什么。其实我之前有一期节目啊，点到过如果发生危机，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办啊？那期节目里面呢，我简单的说了说，但讲的不是很系统。那今天呢，我就系统的说一说啊，我们普通人作为面对危机这种时刻啊，我们能做一些哪些力所能及的应对。那首先呢，也是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要尽快的降低负债啊，不光要自己降低负债啊，也要让你整个家庭或者整个家族的成员啊迅速降低负债啊，这非常关键。大家知道，当这个顺周期的时候啊，大家听过一句话说这个用钱生钱，对吧？就是借别人的钱啊，赚自己的钱啊，有人这样讲。那在大环境好的时候呢，你可以这样做，确实，而且这样做呢，确实可以快速致富啊！不管你是加杠杆买房啊，或者加杠杆炒股，或者加杠杆做生意啊，跟银行借钱啊，在这个顺周期的时候，在经济欣欣向荣、向好的时候呢，确实可以这样做。那一旦当经济周期逆转啊，尤其是长周期的这种逆转，我指的这个长周期呢，说的是大概20-30年的这种长周期啊，那这种周期的大型逆转，你就要非常小心。因为经过这种长周期的这种债务的繁荣的积累啊，还有债务杠杆的积累，尤其是债务的积累，那整个的这个债务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严重啊，它这个债务的危机可以说有时候是一触即发。那这个时候对待债务问题呢，千万马虎不得啊，这时候千万不能再听那些所谓的专家啊，忽悠什么这个所谓什么首套是刚需啊，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上车啊这种说法。那因为此时呢，整个房价或者说整个资产价格在一个高位的区域啊，然后整个的经济环境又很差，那每个人的收入啊都在缩水，现金流呢也很脆弱啊，现金流都在下降。那这个时候就要高度的警惕，你千万不能背上这个一生啊难以承受之重的这种债务啊，因为我也看到过很多活生生周边的个体啊，或者一些中小企业主啊，他就是因为这个债务的负担过重啊，整个把自己的房产抵押去拯救自己的生意或者是背负了过沉重的这个债务啊，还贷的压力非常大。债务这个东西呢，经济环境好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是什么啊，可能觉得多借点钱也无所谓啊，那个时候确实是多借点钱你也能还啊，有这个稳定的现金流。
那当环境一旦逆转以后呢，就是平时你看上去不怎么高的债务啊，比如平时你觉得好像没借多少钱啊，几十万啊或者怎么样啊，不大的一个债务，那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还起来相当吃力啊，这就是因为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人人都很难赚钱，大家赚钱都很困难啊，也有很多人急着抛售资产去降低自己的债务比例。那现在在中国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尤其对个人啊，我以前节目中也讲过，我说中国没有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虽然有试点啊，但是没有完善的破产制度。总体来说，那个人的债务呢是无限的债务啊，是终身伴随的，就直到这个债务得到清偿啊，或者你这个债务人死亡了，那整个债务呢才会消失。所以个人在这种目前经济环境下，你对待债务呢就要慎之又慎啊，尽快的降低债务的比重啊，甚至呢不惜出售资产啊，降低债务。这个非常关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讲一下就是这个资产的属性要进行一个转换啊，所以属性转换就是高风险的流动性差的资产啊，资产配置你要向低风险的流动性好的资产配置做一个转换。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啊，这个图呢讲的就是大类资产风险和收益率对比的一个图啊，就是越靠近圈层内部啊，你资产的风险越小，当然收益越低。那越往圈层以外，资产的这个风险越大，那收益率呢当然也越高啊，也就是风险和收益相成比例啊，成正比。那当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呢，人们会多配置高收益的资产，比如说股权啊、股票啊、高收益的债券啊，或者是一些不动产。那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啊，一定要将资产配置啊向风险低的、流动性好的资产去做转换。那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能恋战啊，你不能去贪图这个3-5个点高的收益率啊，比如去让你买一个高收益的这个信托产品啊，高收益的一个什么 P2P 产品啊，用3-5个点的这个高的收益率来诱惑你。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啊，就是保持必要的一定的现金储备啊。大家早就听腻了一句话叫做现金为王，但是这30-40年来呢，可以说就是说这句话的人呢，从来都是被嘲讽的一个对象啊。你要跟别人说现金为王，别人觉得你是不是傻子，对吧？现金，他觉得你持有现金是在贬值，对吧？那现金确实抵御不了通胀，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呢，它却可以抵御危机啊。有一个人啊，这个吉姆·罗杰斯啊，大家其实他也经常接受央视的访谈啊，或者是接受一些采访啊，他是罗杰斯的这个搭档，当时索罗斯的这个搭档。那有一次有一个访谈里面是一个英文的访谈，我看到有一句话说的还挺有意思，他说就当这个资产啊遭到这个大部分人痛恨的时候，就是当某一类资产啊遭到大部分人痛恨的时候，那就是应当配置这种资产的时候啊，就是你越讨厌某一种资产，当大部分人越讨厌、越憎恨、越不屑于某一种资产的时候，那这种资产往往就是最佳配置的时机或者最佳配置的时候啊。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这句话是不是说的有道理。那现在呢，现金呢可以说被人们痛恨了几十年啊，走到今天啊，走到经济危机可能发生的当下，那现金为王这句话呢，我觉得它将会再次展现它的价值啊，并熠熠生辉。那这是第三点。那好，第四点呢，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呢有这个传统家族互助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啊。个人在危难之际呢，他不像西方社会，他比较依靠这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啊，都是每个人都是靠自己啊。那中国呢，它更有这种家族互助的这种传统啊，就是家族内部的互帮互助。那如果有就是现金流比较好的一些家庭成员呢，如果在关键时刻呢，他可能会挽救自己的近亲属啊或者家族成员啊免于这种危难啊，这是非常好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家族互助。那第5点呢，就是要防范那个中小银行的风险啊，防范中小银行的风险。那资金呢，尽量存放于大银行啊，或者说是国有大行啊。大银行呢，在风险中的这个抵御风险的这种能力啊，要比中小银行强得多得多。那关于这一点呢，大家可以看我之前有一期节目啊，专门是讲这个中小银行风险的啊。事实上，整个中国从这个19年5月包上银行以后呢，确实也是中小银行的风险不断暴露的一个过程。那第6点呢就是说这个黄金呢是有一定的配置价值，就是你如果还有手里有一些余钱、有一些余力啊，你可以在黄金上进行一些配置啊。这个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逻辑主要背后在于美元的宽松啊，因为美元主要是靠美联储啊做这个货币的大放水，做这个宽松啊，它的资产负债表在短短的这个1-2个月的时间里啊，从这个4.几万亿一路扩张到现在5.8万亿啊，扩张的很快啊，为了挽救经济嘛。那其实黄金呢又是美元定价的，所以说现在这个黄金价格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跌创新高啊。那
整个黄金的配置的这种价值呢就在提升啊。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普通人来讲呢，就是要把这个工作保住啊，保住工作。就别人失业的时候，你还有工作啊，那你就是最大的幸福啊。那这相对来讲啊，你就是跑得比别人好一点。那好了，今天呢我就讲这么多啊，本来也是临时有感而发的一个节目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啊，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